舒儿、长青，你们不是来给为娘贺寿的吗？这是何意？闭嘴！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亲娘。现在我们才知道，我们的亲娘是文姨娘，她也是被你这个毒妇给害死的。文氏，我记得当年文氏是难产大出血走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怎么又会是她的儿女？当年你和姨娘都怀着龙凤胎，可惜你肚子里的男丁一出生便夭折，你怕姨娘成功产下龙凤胎会威胁你的掌家之权，于是你便让产婆把你的女儿和我们调换，并且还残忍的毒害了姨娘。什么调换孩子杀人？本夫人从来没有做过。你做没做过，看那个孽种就知道了。把他的衣服扯开，让这个毒妇好好看看。当年我刚生产完，身子虚弱，只曾看见女孩的左肩上有这么一块胎记，后来在舒儿身上怎么找也找不到，还以为是看花了眼，可怎么会？当年的产婆都交代了，这胎记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谢淼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和哥哥都是文姨娘的骨肉。淼儿，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吗？娘。淼儿，淼儿，长青，快救救我的孩子！长青，虽然你扶我上世子之位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逼死我的爱妾，怎么舒儿嫁给他心爱之人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也敢血债血仇？你们敢弑我，就不怕天打雷劈，不怕朝廷问责吗？住嘴！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你是个可夫的在线寡妇，人人避之不及。而且托你的福，哥哥马上就要继承侯爷爵位，整个侯府上上下下都听我们的。就算杀了你，也没有人会追究，就下地狱去给我们的姨娘赔罪吧。想不到，爱情如苦20年，换来的竟是这样一场背叛。好恨啊！若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百倍偿还。淼儿，娘来陪你。母亲，我一定要嫁给裴恒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不是死了吗？这是……哎呀，母亲，裴恒他爹不过就是失手打死了他娘，这有关裴恒什么事情？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否认他的为人啊！我竟回到了6年前，裴恒来提亲的时候。我早已调查过，那裴恒看似是个穷书生，实则好色烂赌，虚情假意，接近谢舒儿，只为了攀附侯府。因此我才竭力阻拦他们的婚事，可我的一番苦心，最后却只换来刺向我的利刃。夫人，您快喝口茶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淼儿，夫人，不行，不能吓着孩子。更不能贸然跟淼儿相认，以免打草惊蛇。你个卑微的庶女，我跟娘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滚开！我只是看夫人不太舒服。还敢顶嘴是吧？我看你就是存心来看我笑话的。本夫人面前，
岂容你放肆！娘，你居然为了这个兽你打我！我可是您的亲女儿。亲女儿，谢淑儿，我平日对你疼爱有加，养育你多年，还不如养一条哈巴狗。10几年的养育之恩，是条狗它都懂得感恩。可你呢？双目皆盲，心肺全黑，枉为人子。打你都是轻的。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你不就是看不起裴恒，不想让我嫁给他吗？好，今日你若是不答应，我便死在你面前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这下娘肯定要着急了吧？娘今天怎么回事？请我寻死，竟然都无动于衷。我可是来真的。这碎片都炖成什么样了？怎么轻易死得了？白吉，去给大小姐寻把新的剪子，来送她上路。母亲，大姐只是一时气急，说的话当不得真的。母亲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你之前明明是，从前我对你都是百依百顺，如今你既然要寻死，为娘也顺着你，让你死得利索。母亲到底怎么了？活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夫人，裴家来提亲了。裴郎，夫人，你又在逼舒儿。舒儿只不过想要嫁给我，她不想嫁给尚书府的公子。舒儿她喜欢我，不像夫人您一样，眼里面只有地位和势力。她喜欢的是我的品性，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？拆散？恰恰相反，今生我定要成全了你们这对苦鸳鸯。哎呦，亲家，请消消气。这小恒的脾气啊不好，嘴巴里没个把门的，您啊就多担待些。这俩孩子呀，早就有肌肤之亲了，舒儿呀也有了身子。您看，这亲事该定下来了吧？想拿女儿的贞洁名声来威胁我，放在前世，我定会气得心肝脾肺疼。可现在呢？好啊，那便定下。日子你们说了算，赶早吧。他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愣着干什么？想反悔？那我可不答应了。啊，咋会反悔呢？能得舒儿这么一个好儿媳妇儿，可是我们婆家的福气呀。那聘礼可准备了？准备了，亲家放心，别人有的，我们自然也不会少了舒儿的。多谢祖母，也多谢母亲成全。谢得太早了，好女儿，你的福气才刚开始。亲家，这就是我们给舒儿准备的聘礼，您过过目。3串铜钱。我们裴家贫苦，但这3串铜钱也是东拼西凑出来的。您看，亲家请放心，小恒以后一定会努力让舒儿过上好日子的。是努力想吸我侯府的血吧？可惜算盘算错了。你这木头疙瘩，还不快应句声？日后这可就是你岳母了。母亲，裴郎家境普通，您是知道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不要聘礼了。到时候母亲多给些陪嫁便是。
那你想要什么？我知道亲家心疼您女儿，只需要出一座3进3出的宅子，再随随便便给几间闹市临街的铺子就好了。我知道这些对于亲家来说不算什么，您肯定还想送更多，毕竟是我们娶媳妇儿。这新媳妇儿拿娘家太多东西，总归是不合适的。我们家小恒命苦，好在摊上舒儿这么一个好姑娘哟。您放心，有我们侯府在，咱们裴家的生活一定蒸蒸日上。还想过好日子，简直痴心妄想。3进3出的大宅子，本夫人可送不了。怎么会？父亲生前不是买了许多宅子？你父亲先去多年，侯府早不如从前，各方势力都需要打点，自然要节省开销，能省则省。那些宅子非死不得变卖。那闹市的铺子也给不了。母亲，你是不是压根没想送我裴家？舒儿，有话好好跟你母亲说。这死妮子也不知道收敛点脾气，万一把亲家母气着了，到手的鸭子不就飞了吗？这舒儿还是太冲了些，毫无闺阁女子的文雅恭顺的做派。等把人娶回家，那丰厚的嫁妆到了手，我可得好好敲打磨砺一番他这性子。行了，虽然宅铺我给不了你，但本夫人可以给点别的。母亲惯会跟我开玩笑，莫要再拿舒儿打趣了。你到底要送我什么？送你离开。什么？母亲，你到底是何意啊？从前你说我处处限制于你，你活得远没有寻常女子痛快，后又觉得我阻拦你和裴恒的好事，宁愿以死相逼，甚至未婚先孕，辱没侯府门楣。我与裴郎只是情不自禁。既然这侯府的千金当得万般不悦，那今日本夫人便遂了你的愿。从今天起，你谢舒儿再也不是侯府的金丝雀，跟你的好情郎双宿双飞去。原来母亲还是瞧不起裴郎，不愿同意我与他的婚事，就是要以此威逼于我，是吧？我看不上他，更瞧不上你，还在这聒噪什么？还不礼义双飞去？你一个人人都避之不及的灾星寡妇，还倒瞧不起我来了。夫人，您可以说我，但不可以说舒儿。今日你要不要舒儿，日后你可不要反悔。夫人对谢舒儿一贯疼爱，做不得假。只要谢舒儿一腔心思在我这儿，这寡妇早晚有一天会妥协的。是了，母亲说的一定是气话，一定是要挟我的手段。母亲，你可想好了，若是把我赶走了，日后便没有女儿在身旁伺候了。倒也不用如此自信，本夫人宁愿从来没有你这个白眼狼女。淼儿，你可愿做侯府的嫡小姐，做我的女儿？夫人息怒，淼儿一时失态。我还从未见过夫人如此亲切的模样。我只问你，你可愿做侯府的嫡小姐？母亲为了气我，已经这般没有底线了。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她不过就是个女婢所生的孽种，何德何能与我平起平坐？你给我住口！淼儿虽然是庶出，但远比你懂规矩、明事理。这些年你在侯府如此欺辱她，她都没有怨言，更从未丢过侯府的体面。反观你，骄纵跋扈，被情爱冲昏了头，连好坏都不分。嫡位给你，
是让你拿着侯府的权势去贴杀人犯的冷屁股吗？好，母亲，你可记住了，这侯府姓谢不姓方，从根上论，你才是外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把我赶出府去？白吉，在这侯府之中，谁最示众啊？夫人为侯府运有子嗣，掌管诸事，身份尊崇，主母之位自然不容撼动。那本夫人若敢走不孝子辈，可有过错？夫人自然无错，夫人何时何事都无错。舒儿姑娘，可听清楚了？好，你若如此无情，我亦无话可说。既然这侯府容不下我，便舍家随他而去。事后你可别求着我回来。哎呦，这夫人方才只是拿我气大姐的，我若再待下去，碍了夫人面子，反倒不识趣了。夫人，那我也退下了。你走什么？别急啊，还没有入家谱呢。夫人，您是认真的吗？自然，我说过的话便是板上钉钉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做我女儿？淼儿，恕母亲暂时还不能告知你真相，只能先委屈你了。愿意，我自是愿意的，多谢夫人。还叫夫人？母亲。淼儿，我知你过得辛苦，从此以后，无人再敢欺你。好痛！娘救我！救我！你是我娘啊！母亲怎么了？竟出了满身的汗。无碍，只是做了一个噩梦，但醒来看到你在我身边，娘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是啊，我已经重生了，街上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。都听说了吧？这永城侯府的二小姐，就是那个娇滴滴的谢淑儿，被他娘方许赶出门了。何人在侯府门前聚众喧哗？没什么，母亲别听。据说啊，就这谢淑儿春闺难耐，上赶着勾引那书生裴恒。她未婚先孕，肚子都显怀了。未出阁的姑娘家呀，这脸都丢尽了。要我说，这根儿啊就在这方许，守了17年的寡呀，这心呐，早就硬得跟石头似的了，连亲闺女都敢。呸！当年克死了自己的丈夫，现在又逼得女儿未婚先孕，流落街头，这女人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灾星祸害。这是怎么了？夜间生出这么多流言蜚语。夫人，首府沈大人来了，还带了吏部的卷宗，说是奉命调查世子爷的事，如今人就在门外。首府，沈清。要不说多丢人呀！就是他们俩，躲远点！这寡妇居然出门了，说实话还真是祸害。前脚刚逼走女儿，如今竟然连沈大人都惊动了，亲自来查案，也不知道这侯府又犯什么事儿了。沈清年仅28岁，是大燕朝最年轻的首辅。无人不知他这位冷面权臣手段凌厉，连皇子都要让3分。可前世沈清与侯府并无交集，为何会忽然来查什么卷宗？莫非是我重生后带来的改变？
永城侯府主母方氏，你可知罪？永城侯府主母方氏，臣妇方氏见过大人。听闻沈大人有要事来往，还请移步院内。不必，本官今日办案，为的是令郎谢长青贪墨一事，为避免落人口实，就在此开门见山了。谢长青只管着侯府的3座田庄和2家绸缎铺，哪来的贪墨？沈大人，犬子尚未入仕，不过是管着府中私产，何来贪墨一说？私产？江南田庄，令郎今年在秋收之时，向租户多收2成租子，说是防洪修缮费，却将这笔银子挪去给妾室买别院。苏州绸缎庄，令郎又在今年的月初之时，把朝廷采买工装的布料以次充好替换，其中的差价则入了私囊。方夫人，这私产沾了官银的边，就不是私产了。我就说侯府今年怎么多了2成的修缮费？原来都是被这些纨绔给吸进腰包了。这哪是什么世子爷呀，分明是吸血的蛀虫嘛！干这种缺德事儿，侯府这个烂泥潭早晚要塌。前世，这些事我隐约听过风声，谢长青只说是误会，我忙着整顿内宅，并没细查。后来事情也不了了之，没想到真相竟是如此。可沈清为何会突然插手，竟然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宣之于众？他倒更像是对侯府发难，究竟因为什么？难道他与侯府有过节？母亲，娘没事，别担心。沈大人说的这些，不知可否有证据？这是地保和租户联名画押的供词，绸缎庄掌柜的证词，还有令郎购买别院的银票存根。方夫人要的证据，本官都备齐了。犬子犯错，是本夫人管教不严，我在此郑重的赔个不是。但是，还请沈大人诸位放心，也同时做个见证，此事侯府该补的银子1分不少，该受的罚绝不推诿。他为何跟以往不一样了？哎，你瞧见没？方夫人刚刚在侯府门口当众认错了，还说要退租户的租子，补朝廷的银子。是啊，那些勋贵家出了事，哪个不是藏着掖着推给下人？没想到方夫人一个寡妇家，居然敢站出来担事儿。大人，您不是要接近方夫人，找到您的证据吗？您为何反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刁难她？岂不是让她起了疑心？而且刁难没成，反而替她扬了美名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正是因为方氏身处风口浪尖，本官今日才会在众目睽睽下对她发难。方氏对她那对儿女如珠似宝，谢淑儿闹出丑闻，谢长青今日又当众落下把柄。方氏若想救她的这个世子谢长青，理应私下来求我宽恕，来解决此事。那时便是我接近他的最好时机，我也好借此入侯府查探。哦，是啊。谁知他竟变得冷酷无情，连儿子生命都不在意了，甚至放话会押着谢长青游街赔罪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好，本官就等着看他能不能言行一致，舍得对他的好儿子下手。夫人都调查清楚了，就是南裴恒。昨日连夜收买了几名说书先生，在外头大肆重伤咱们侯府，抹黑夫人的名声。如今全京城的人都在传唱咱们侯府的丑事，
太过分了！母亲，我这就去报官，替您讨回公道来。哎，傻孩子，那裴恒就是要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好用众口铄金，逼咱们侯府就范。你若真这么大动干戈，岂不是正中他下怀了？可也不能任由他们造谣母亲啊！对付这种小人，须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能请说书先生，咱们也能请唱戏唱曲的，回他一出好戏。母亲指的是……不好了，夫人！松原传来消息，说是世子飞行的短剑。姐姐，不是妹妹说你，这寻短见也不找个无人的地方。若是死在这松园儿，世子和妹妹当真是百口莫辩啊！华姨娘，我们世子妃性子宽和，那也不是你随意侵入的。若非是你屡屡上门挑衅，哟，这脏水都泼我身上了。姐姐膝下无子，无子便是无能。既然无能，还霸占着正妻的位子不肯退让，我可说错了？一介商贾之女，身无长目，不过是靠着傅家与侯爷一点旧情，当上了正妻，还摆上谱了。你不过就是个妾室，竟敢如此在世子妃面前叫嚣！若是传到夫人耳朵里，你……别说了。夫人又如何？这侯府早晚是世子的，而世子是我的。哼，谁笑的？找死是不是？夫人，我可担不起你这一声夫人。我竟不知这侯府要改姓花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怎么没有人通知我这个前主人？大夫人，您听妾解释。不孝儿媳见过母亲。前世谢长青宠妻灭妻之举愈发猖狂，甚至以参加殿试为要挟，让我把掌家之权交给花枝。可后来我才知，他们竟是对范音百般折磨，还害他绝死。别怕，本夫人定不会让这对狗男女得逞。花枝，你身为妾室，以下犯上，仗着世子对你的宠爱，在府里横行霸道，甚至视本夫人于无物。大夫人，您听妾解释。夫人说话，岂有你插嘴的份儿？芝儿，芝儿，你怎么了？芝儿，芝儿，你怎么了？芝儿，世子，我不在，你竟然会被一个贱婢欺负！你个婢子算什么东西？敢打主子！今日我非要发卖了你！是本夫人让打的这个贱婢，你可有意见？母亲，可她是儿子亲选的姨娘，你怎么能……她是姨娘，不是你亲娘，你倒与我大吼大叫上，你可有为人子的自觉？那你就配当我们的母亲了吗？我听说你赶走舒儿，反立了这个孽种为嫡女，这才从书院赶了回来。可你竟不知悔改，还在刁难芝儿。你打我！你代母不孝，对妻不忠，我为何打不得你？你若实在想念谢淑儿，大可放弃你世子的名头，出府寻他，做他一辈子的好兄长。这位子你若不想做，有的是人想做。怎么，母亲要把我也赶出府去？那咱们府中可没有第二个孽种能被母亲扶正了。
就算说破了天，我也不会同意他入祠堂。我劝母亲好好反省自己，如此泼辣刁蛮，人人忌止。若非有我这个世子撑着侯府门面，你早被世人戳断脊梁骨了。这儿，别管他，我带你回房上药。果然是粗鄙无礼的商户之女，竟会惹是生非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来人，将这不孝子给我绑起来，惩家法。是。夫人不是最疼爱世子吗？竟然要动家法。母亲，我尊称你为母亲，可你克父克亲的恶名早就人尽皆知了。你逼走有孕的舒儿，还莫名其妙对我动了家法。母亲是想彻底沦为侯府的祸害，被弃逐出侯府，才肯罢休是吧？世子您别说了，大夫人饶命啊！世子只是一时糊涂说错话了，您别打他，您要打就打妾吧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深情，好啊。朕，你退开！你少欺负侄儿，我到底何错之有？何错？今日本夫人就告诉你，错在哪儿。第一戒是叫你不敬母亲，第二戒叫你宠妾灭妻，这第三戒是叫你贪墨百姓血海。这事你怎么会知道？今日首府沈大人亲自上门宣告你的罪行，现在百姓都知道你做了恶。我惩罚你这个不孝子辈，怕只会是人人歌颂才是。我就说娘怎么舍得打我，原来是在气头上。如今你打也打了，可以松开我了吧？自然。家法成完了，你该去向百姓谢罪。谢罪？谢什么罪啊？本来还真没理由教训谢长青，但好在沈清送来了这机会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一虎堂堂世子，入这此啊！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世子！你这个毒妇！我看你敢！你看我敢不敢？世子得罪了，得罪了！疯了！这毒妇失心疯了！等我承袭爵位，成为侯爷，我一定要替父亲将你这毒妇休遣出门！好啊，我等着你。大人，大人，何事？大人又在想当年的事了。我与侯府之间是灭门血仇，叫我如何能不想？说吧，何事？方氏真的让他儿子去游街示众了，那场面天怒人怨啊！这就糟了爆了！糟糕！真是活该呀！被抓起来了，活该！就是活该。许是做戏，挽回些名声罢了。听说方氏还动用了家法，他真舍得？他……方夫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沈大人，这是侯府赔偿给朝廷和百姓的补款。谢长青的逆子也已经游街谢罪，不知大人对这个惩戒可还算满意？方夫人气势如虹，不像是来赔礼，倒像是来怪罪本官。他倒是挺敏锐。不管他是否与侯府有过节，我都要少跟他接触为妙。大人，您多虑了，您没有直接逮捕那逆子，而是上门通禀，已经算是给足了侯府脸面，我岂敢怪罪？
大人既然还有要务在身，那本夫人就不打扰了。大人，您这样何时才能接近方氏？找到谢家的真菌谢账本在何处啊？硬的不行，不然就来软的吧。软的？她不是寡妇吗？大人，您稍微牺牲点色相，让她爱上你，事情不就……谢叔儿脸皮厚，跟着野狼跑过头，肚子鼓不知羞，生了娃子也成偷，裴恒小子心眼坏，盯紧侯府银钱袋，张良人藏歹胎，坏种迟早遭祸灾。那裴恒看着正人君子啊，没想到是对侯府有歹心啊。事情办得不错，这么快，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还是夫人主意好。如今大家都知道，夫人才是无辜的人。另外，您让犯错的世子游街示众，大家都对您改观颇多呢。说到这里，白吉，你尽快派人去寻找当年给我和文姨娘接生的稳婆。文姨娘，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文姨娘跟我同是安城人，都往安城去找。哎，去，快出去！去！咱们真香阁来的可都是些达官贵人，可不接待不检点的女人。还有贪人家侯府钱的杀人犯儿子，哼，真晦气！舒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绝对不是那种贪图华贵的人。我当然相信你了，裴郎，那些谣言都是嫉妒。这真香阁，就算求我也不会再来了。舒儿，只不过咱们以后还是随便吃点，这些地方可都价格不菲。你再看你身上的衣服首饰，几乎都卖光了。可那些粗茶淡饭，哪是人吃的呀？哼，你看，他果然来接我回府。既然他主动来找我，那我就勉强原谅他。母亲久等，女儿来晚了。母亲送了许多珍贵的衣服首饰，女儿怕弄坏，所以耽误了。真好看，我的女儿值得最好的，娘以后还想给你更多呢。你呀，可要早点适应才行。好，谢谢娘。娘，贱婢，你有脸喊别人的娘？这些衣服首饰本该是我的，你这没娘的野种，真会抢别人的东西是吧？方夫人，你的亲生女儿就站在你面前，难道都看不见吗？哪来的鸡鸣狗吠，胆敢议论我侯府嫡小姐！来人，给我掌他们的嘴！是。侯府嫡女，佩郎。你该当街打我这亲生女儿！谢小姐，当初是你自己要选择离家，怎么，才过几天你就后悔了吗？我才没有后悔，是你不该把我的东西给这个贱人！大家快来看呀，这不安分的寡妇又在作妖了，居然当街殴打自己的亲闺女。没事吧？啊？怎么了？打人呢？当街打亲闺女，大人，这正是替方氏解围、俘获寡妇芳心的好时候啊！你这法子最好有效。
哟，居然又是侯府的破事儿。看着寡妇心狠手辣的模样，当街就是如此啊！这背地里该多恶毒啊！整日抛头露面的，说不定谢淑儿也是无辜的。未婚先孕都是效仿她上梁不正的娘。是啊，人家裴恒没嫌弃她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愿意娶她女儿，他居然揣测人家，贪图他家的财产。呸！这些都是家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看着仪表堂堂，咋会传出这样的言论？谣言都是他传出来的。他平时就处处苛待我，就是不想让我这个女儿好过。竟然如此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你们别说了，都是胡说。苗儿，此地不宜交流，我们先走。快看，这寡妇心虚了想跑，天理难容啊！大家别让她走了，该被邮寄示众的是这恶妇才对。哎，实在是太可恶了！哎，别走！不能让她走了。哎，还想走？放肆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夫人，小心！沈大人，沈大人怎么会在此啊？抓起来！咱们一走。两位去哪儿？放开我！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沈大人，不知您抓我们干什么？犯上作乱，教唆他人行凶，你说该不该抓？什么教唆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们说，是想尝尝刑部的板子不成？我成，是裴恒，他收买我们，让我们给方夫人一个教训，忏悔他的名声。你胡说！就是你入不了侯府，所以使用这些阴招来陷害方夫人。我们只是一时的糊涂。大人，夫人，饶命啊！竟然是这样。夫人啊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确实是我等的不对。你们也只是受奸人蒙蔽眼睛罢了。方夫人这气量，不愧是侯府主母啊，哪像这些人说的如此不堪啊？是不是？是啊是。夫人想如何处置他们？有劳大人，你二人欲行不轨，包藏祸心，其心可诛，将他们绑在街头，暴晒3日，以儆效尤。再命人在旁张贴告示，将他二人的恶行一一公之于众。夫人对女儿如此狠得下心，干脆利落，倒叫本官有些刮目相看了。只不过是你来，我往罢了。啊不，母亲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裴郎的计划。闭嘴！你竟敢！身为子女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忤逆不孝，联合外男，贪慕母亲钱财，你自己无媒苟合，私定终身。如此地步，你居然还想置身事外！哎呀，说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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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错。你这二女儿倒是不错，按方夫人说的办，拖下去。母亲，走，母亲，你救救我！快点，不要！放开！男女有别，我还是叫侍卫来为大人上药吧。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救急。我胸口有药。能不能麻烦夫人帮我取一下药？大人，
得罪了。夫人，我实在是没力气。大人身体要紧。大人，你身体可好些了？等等，这香气，沈大人，你干什么？别动！将军府走私军械，叛国通敌，圣上有旨，杀无赦。你父亲是冤枉的，他战死沙场，以后只有你能替我们沉冤得雪了，孩子。走啊，快走啊！娘，走啊，走啊，走你醒了，别怕，我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，再回去给父亲守灵。恩人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是当年的小姑娘。沈大人，请你自重。若是大人身体无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手中还有一个国子监的入学名额，可以给二小姐。国子监的入学名额珍贵，侯府没落后本是没有资格的，为何大人会选择淼儿？道歉，道歉是关于令郎一事。我确实对他的所作所为记陷于心，因此当日行为鲁莽了些，没想到竟给夫人添了麻烦，陷入两难。今日我见二小姐口齿伶俐，且年纪尚幼，是个可塑之才，不妨就送个顺水人情。淼儿若有国子监监生的身份，便能摆脱我这灾星寡妇的身份影响，甚至还有望袭爵。大人可是真心，莫要消遣于我。自是真心。那方才嗅到夫人身上的气味，思及故人，一时失态，还望夫人莫要怪罪。故人，这般冷心冷情的人，竟也有什么白月光？也罢，
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大人君子之腹了。大人素来赏罚分明，清正廉洁，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那就多谢大人的抬爱。大人，计划可成功了？他定然知道些什么，但却没有参与灭门一事。我隐姓埋名，登上首府，近2年才开始追查真相，没想到却遇上意外之喜。来了，母亲，快坐。淼儿不日便要入国子监，在这家里，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便是你。你可愿与谢长青和离？儿媳不敢。别怕，他那般对你，我是真心愿你好，所以问问你的想法。儿媳离开这虎狼之窝，从此你便天高海阔。我会再给你6家铺民，还有10几亩良田，保你后半辈子无忧。好，儿媳愿意，多谢母亲。侯府的私产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母亲给我的，说是给我的贴补。这该死的毒妇，竟把侯府的东西给外人。范叶，我的心里都是你。花枝被罚跪在祠堂几天，我都没去看一眼，心里面只想着你。该死的毒妇，竟然想离间我们！你千万不能信他，还得帮我盯着他。有劳大人送来国子监名额。举手之劳，毕竟是我有错在先。大人公务繁忙，本夫人便不留客了。这么快？什么？不是，只是这头又开始疼了。那沈大人快些回去上药吧。药？哦，夫人不送送？请。豁出去了。夫人，好臂力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为何沈大人落水之后便咳嗽不止，还无法行动？夫人，沈大人常年伏案，积劳成疾，这内里呀，亏空的厉害。沈大人需要清修静养，短期内不方便挪动，否则这经脉紊乱，下辈子就毁了。这么严重？夫人，为了我的下半生的幸福，看来得麻烦侯府。在侯府外院
还烦请大夫务必保密。哎，白吉，去寻2个信得过的丫鬟过来伺候。另外，找人盯紧沈清，若有异动，立刻来报。夫人是觉得沈大人接近侯府别有用心？夫人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且看他何时露出马脚。别有用心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大人，方氏的身份已然查明，的确是安城人。方氏的父亲曾是老侯爷麾下的军医，因救过老侯爷一命，方氏才得以加入侯府，成为正妻。只是，这是什么？只是老侯爷并不待见方氏，从没给过这位正妻好脸色，还拿了从小与他作对的文姨娘来搓磨他。岂有此理！难怪我观他指腹粗糙，素食简约质朴，毫无叶侯夫人该有的富贵模样。哼！侯府竟苛待于他，所幸有长侯死得早。大人，您可得努把力勾来寡妇芳心，可别忘了咱的目的。夫人，你总算来了。夫人命我们来伺候大人，大人尽管吩咐。出去。滚！夫人，夫人，夜深了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方夫人，我家大人高烧不退，请快去救命啊！夫人不可，恐影响您清誉，还是叫大夫去吧。哎，我家大人还不是为了夫人您鞍前马后，还落了水，这才病倒的。他说的对，如果沈大人在侯府出了问题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走。沈大人，你没事？夫人，我没事。这么晚了，你居然还会来看我？我还是去叫丫鬟和大夫吧。夫人，都怪我这身体。你先起开再说。怎么病得越发重了？难道是白天的大夫医术不精，还是丫鬟没有伺候好？非也，侯府的丫鬟非常周到。虽说我本就有救急，
这才兵来如山倒，与大夫无关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还是另寻一个高明的大夫吧。夜深露宿，夫人不必。大人，你身子不好，不要下床了。非得再摔第3次吗？夫人说的是，夫人为我尽心尽力，我确实不该再叨扰了，我这就回府。大人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身子骨弱，还是好好躺在床上。师姐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未免太过火了。这么疼，真是误会他了。白吉，去，再找个大夫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快吃吧，天大地大，填饱肚子最大。你若是无处可去，以后就在此处等我，我每天都给你送吃的来。快，他一染了10亿，把他送到方家。最近义兵闹得厉害，追你的那些人想必也放弃了，你可千万别乱跑啊！恩人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将军大人，只有你继承你爹吃10亿的法子，快来救人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求求你，快起来！想不到庄友回兵，倒是弄假成真了。你救下了整个安城，又怎会记得当初随手打救的小男孩？恩人，大人，你总算是醒了。不知我昏睡了多久？2天。莫非这2日都是夫人在照料？大人您的护卫守着门，说绝对不能让大人留宿在侯府的消息传出去，所以除了大夫外，就不让其余的丫鬟伺候。我只好亲力亲为了。实在是有劳夫人了，夫人的恩情，我定会铭记于心。我这衣服，别误会，您的衣服都是护卫给您换的。我只是想说，这身衣服瞧着眼熟，倒像是我自家的。也是大人您的护卫从您府上拿的。既然大人已经休养的差不多，那便趁早离去。也罢，如今大人的身体还吹不得风，那便再躺2日吧。也好。
男人？母亲，他竟然偷人！世子妃，这话可不敢胡说呀。此书不是我们赶来的，还是快些走吧啊！世子妃，您忘了，平时大夫人待您可是极好的。待我极好？平日里我受尽冷漠和欺凌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他大义灭亲，直接休了花枝那贱妾？要我说，夫君说的对，他就是想把我们挑拨离间，都驱赶出去，独自霸占这偌大的侯府。怎么这样？如今连老天都在帮我，该我查清楚眼前人的身份，再告知夫君，花枝便休想再压过我。淼儿这些天满心期待，终于入学了。我看夫人百般不舍呢。野种，溜得倒是快。混账！又在闹什么？胡闹！我，府尹大人，抓他也是一样，定是他帮这野种偷得的名额。谁说名额是偷的？放肆！你可知国子监的名额何其珍贵？今年多少勋贵的子女都没轮着，怎么可能沦落到你们家，区区一个庶女身上呢？你说不是偷的，那又是从何而来？欲加之罪。大人要是没有证据，可知构陷一侯夫人是何罪名？她不过是一个天天在外抛头露面、不知廉耻的寡妇，不会有人帮她。好啊，侯夫人既然如此嘴硬，那就不要怪本官给你点颜色瞧瞧了。愣着干什么？我看谁敢！你们敢阻拦官府办差吗？想被流放吗？上！夫人，母亲，你也尝尝，今日当众挨打是什么滋味？夫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沈大人，你为何在此啊？这个方士，他偷窃国子监名额，下官正在拿人审问呢。数学帖是本官念及侯府忠勇，额外赠予了方夫人。府尹大人，好大的官威啊！竟敢无凭无据私自动刑。首府大人，你饶了下官吧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一个寡妇怎么会有名额？就算真有，也是给我的。首府岂能一时心软，便行偏帮之事？混账！世人皆知沈大人高风亮节，百官之首，岂容你恶语相向？你想死，别连累侯府。是我一时失言。这名额寄到我手里，即便是给流浪乞儿，也是我的自由，轮不到你这无才无德的逆子惦记。误会，我也只是怕母亲一时犯了糊涂，犯了大错罢了。未免谢公子犯下更大的过错，方夫人应当严加管教才是啊。沈大人言之有理，这逆子忤逆构陷嫡母，实乃大不孝，天理不容。还请府尹大人公事公办，好好归结逆子。是，还不给我拿下！让你报假案，我让你不孝，我让你诋毁首府大人，我让你报假案，我让你不孝，我让你诋毁首府大人。听着些，等打完了，让他跪到天黑，好好反省。是。请。
大人不好好待在房间，怎么出来了？我听见了夫人的声音，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毕竟夫人曾说：“你来，我往。”想必大人的身体已经痊愈，那我就不便多留了。夫人倒是好狠的心，用之极其。可我我看还有些余热未退，我还是扶你回房间，快些喝药吧。好。奸夫竟然是当朝首辅！喝了今晚这药，大人的病便能好了。还好没散。沈大人高风俊杰，他不是想挟恩图报吧？是我偏要挟恩图报。此话当真？我亲眼所见，现下母亲与沈大人正在思乡受寿。难怪他最近敢兴风作浪，原来是红杏出墙，攀了高枝。哼，你做得很好，竟真抓到了那毒妇的把柄。沈清是吧？他可是大皇子的心腹大患，我这便请大皇子来捉奸，顺便将他二人一箭双雕。沈大人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明明是夫人先投怀送抱的。话说回来，永成侯在世时，便大肆的养着外室美妾，可见他并非良人。如今他已故去多年，夫人难道就想替他守一辈子活寡，空耗余生吗？谁说我是为了他？那围起来！你确定沈清当真在和你家那寡妇苟合吗？千真万确，我早已派人将此处围住，他们定然在里面。好你个沈清，在朝堂处处与我作对，我还以为你毫无软肋，没想到口味这么重。走，随本皇子捉拿这对奸夫淫妇。大胆沈清，竟敢与大臣的双父苟且！方氏，从此以后我没你这个母亲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明明什么？臣妇参见大皇子。你说话，他人呢？满口胡言！你平日里嚣张跋扈也就罢了，今日竟敢污蔑首府，还惊扰了大皇子。不是这样的，殿下不是这样的，竟是这毒妇听到风声，将人给藏了起来。风言风语，还不把这孽障拖去祠堂禁足！殿下救我！殿下！哎，大公子怎么说也是护母心切，怕夫人被奸佞蒙蔽，这才失了分寸。何至于此啊？大皇子有所不知，这逆子心术不正，冥顽不灵，若再不严加看管，恐怕会给侯府招来灭顶之灾。不过是场误会啊，本皇子都不怪罪，难道方夫人
是想忤逆。大皇子金口玉言，臣服不敢。哼，冲撞皇子，乃是大不敬。方夫人既然这么喜欢智人在，那就好好再次跪足2个时辰。就是不知方夫人这细皮嫩肉的，要是跪坏了，就该有人心疼了。走，殿下。没用的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好。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沈清突然人不见了，说不定是溜进府内了，赶紧抓他去。沈清狡诈多端，一击不成，再想人赃并获，谈何容易？殿下，我有一计可以引出沈清。说。不错嘛，倒是条机灵的狗。愿为殿下效劳，愿为殿下效劳。走。你先下去吧。可是夫人，您的膝盖……无碍。快围起来！原来你的病早好了。先走再说。你怎么还没走？外头的侍卫尚未撤走，现在出去会被发现。大皇子是因为我而来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替你上药。沈大人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装病卖弄，蓄意接近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夫人也还没回答，你不是为了永城侯守寡，那是因为什么？老侯爷待我和家父恩重如山，侯爷短命，战死沙场，一对儿女不成器。就算是为了报答老侯爷的恩情，我也要替他守好这个侯府，绝不二嫁。夫人有发现？今夜就有劳大人在里头休息，天亮后尽早离开吧。嘿，这方氏还真当大人你喜欢他呀？咱只是美男计，正好方氏不在，搜索这屋里有没有暗格。不可。为何？整个侯府只有方氏的房间里没有搜过。若真在这屋中搜出账本，会对他不利。大人，你莫非对方氏动了真情？大人，你莫非对方氏动了真情？大人，当年永城侯走私军械被发现后，还将罪名扣到将军府，满门80条的无辜性命。可您居然喜欢上仇人的……好了，无论如何，夫人是无辜的。且当初若没有他相救，我何以有今日？再找别的证据吧，侯府不可动，
断不能因为此事连累了夫人。那幕后主使，我已猜出是谁。走吧，别再给夫人添麻烦了。原来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没想到，当年将军府的灭门惨案，竟然是侯爷做的。夫人，您怎么突然折返回来了？啊，没事。你要说什么？梵音的手帕。梵音的手帕。这是咱们的人在外面门口发现的，今晚就是世子妃告的密，还威胁张嬷嬷，让张嬷嬷良心过意不去，方才都来招了，证据确凿。夫人，您待世子妃那般好，她怎么恩将仇报呢？这个张嬷嬷倒是个拎得清的，她的年岁也大了，给她点银子，让她回家吧。再去把世子妃给我叫过来。夫人，世子妃快撑不住了，让她进来吧。敢问母亲，儿媳究竟犯了什么错，让您罚我跪了一夜？你可知昨晚谢长青带着大皇子夜闯外院，乱作狐尾，竟说是捉奸。难怪嬷嬷人不见了，原来是泄密后跑了。儿媳知晓，但母亲清者自清，因何罚我？罚你是因为你身为世子妃，却纵容世子犯错不阻拦，你自然难逃干系。可母亲知晓，世子从不拿正眼待我，一心都在那个狐狸精身上。我说的话，他又怎可能听？更别提规劝。要不母亲就把花枝休了吧。我早与你说过，谢长青不是好人，让你跟他和离，甚至还给了你田产、铺子傍身。你自己都过得不如意，去偷人，竟还叫我和离，安的什么心？看来事到如今，你不仅执迷不悟，竟然还学会了亮出爪子挠人了。不是的，母亲，我只是……既然你不愿意离去，那就趁早把东西还回来。母亲，本夫人从不养白眼狼，听懂了就赶紧给我滚。是。夫人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雅贵妃召见了世子、世子妃，还有舒儿小姐，现在传信让您入宫呢。大皇子的生母雅贵妃。侯府夫人果然好大的派头，三请四催，叫本宫这般好等。贵妃娘娘恕罪，
入宫面见娘娘，要收拾的周到些，故而有所怠慢。拾掇的再妥帖，也遮不住你那愚蠢恶毒的一身阿草。本宫瞧见你这种人就心烦。不知娘娘何出此言呢？不知娘娘何出此言呢？臣妇可曾有过冒犯之处？本宫在宫里可都听说了你种种残虐不仁的事情，不仅赶走乖巧有孕的女儿，又动辄毫无理由的棍棒教育世子，还因瞧不起世子妃是商贾出身，常常虐待殴打于她。我虐待她？哎呀，瞧瞧这可怜见的！听说昨夜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生生罚跪了他一晚上。方氏，你好歹毒的心肠！娘娘恐怕误会了，这些事都是事出有因。够了，还想狡辩？方氏，你身为侯门主母，却连三从四德的边都沾不上，残害子女家眷，败坏门风，桩桩件件都够得上七出之条。本宫今日便以皇家贵妃身份，代陛下规整侯府家风。本宫命你即刻发往京郊静心庵为尼，剃发修行，赎清你的罪孽。贵妃娘娘英明，母亲那实在太过恶毒，若不是娘娘做主，我们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。多谢娘娘还侯府一个清净。娘娘请先息怒。臣妇敢问，娘娘口中的诸般残虐不仁，可有真凭实据？证据？这亲子余痕不是证据，说儿与长青的证词不是证据。全京城谁不知道你赶女出门，棒打世子，虐待儿媳？臣妇赶走谢淑儿，是因为她未婚先孕，私通杀人犯之子裴恒，败坏侯府100年清誉。臣妇教育谢长青，是因为他剥削百姓，污蔑首辅等朝廷公公，犯下弥天大错。至于世子妃，昨夜确实罚了她规矩，但要说这些伤痕是我打的，不知是何时何地，有何人证？人证？我就是人证。前段时间我亲眼所见，你殴打世子妃，休想抵赖。可这些伤痕泛红带紫的，倒像是为了污蔑我，刚掐。不如我们请御医来分辨一二便知。沈大人，本皇子有一出好戏，想邀请您一同进去看看。是谢家那寡妇。好伶俐的一张嘴。若娘娘不信，还可以传侯府的下人来问话。臣妇执掌侯府17年，上奉公婆灵位，下抚幼弱子女，凭一己之力支撑起风雨飘摇的侯府，便是陛下在此，臣妇也问心无愧。娘娘更没有理由处置臣妇。这可由不得你说了算。丧门星方氏，克夫克亲的毒妇。哎呀，你的诸多恶行，就连百姓都已知晓，连侯府贪墨案都算在你的头上。他们说，你多留在侯府一日，京城就不得安宁。什么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瞧瞧，这是百姓自发签的请愿书，都是让你滚出京城的。伯父，百姓都容不下你了，
你休要再狡辩。侍卫何在？将这毒妇拿下，即刻送往静心庵剃度。慢着，上钩了。哼，只要你心急救人，暴露出你们的私情，就会被一同连坐。怎么，首府这是怜香惜玉了？沈大人，别犯糊涂。若是被坐实私情，我们二人都要遭大殃。别害怕，我有办法。沈清，处置方式乃是万民所愿，你竟敢阻拦？莫非你二人早就……哼！这免死金牌！方氏执掌侯府17年，上守宗庙，下辅幼姑，如此忠良的主母，尔等却污蔑她为丧门星。沈清，这种御赐金牌怎么能用在这种侯府家事上？金牌在此，可薄不公，有何用不得？若是大皇子想要构害忠良，那这金牌亦可上达天听，向陛下讨个公道。你，殿下别冲动，万民请愿书本就是伪造的，不能闹到圣上面前啊！废物，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本殿下兴师动众的来，如今却害得颜面尽失。我也不知道他有免死金牌啊！沈清，你给我等着！废物！皇儿，你慢些。贵妃娘娘。母亲，给我打！妄图逆伦弑母，他们真是你的。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与大皇子和贵妃联手。今日多亏了沈大人，还特地把他们押回来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。那夫人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再这么放纵下去，恐养虎为患。马上就是公主们的秋日宴了，此事不宜大动干戈。等宴会结束后再说吧。朝廷最近会不太平，夫人拿着这个，以防万一。不太平？再找别的证据吧。侯府不可动，断不能因为此事连累了夫人。难道是为了那件事，他准备动手了？哎，白吉，去将那东西给沈大人吧。把免死金牌都搭进去了，大人为了保护方氏不受牵连，真是舍得。就你话多。大人，这是我家夫人托我来送回礼。什么回礼能抵得上我们大人的免死金牌贵重？不得无礼。这是夫人说了，侯爷虽是，但若真有冤情，那便该偿。侯爷欠下的债也该还。生死不能抵过，亲疏不能乱发。老侯爷在天有灵，
也会同意我这般做的。我代沈家谢过夫人。皇儿何必如此忧心？陛下虽迟迟没立你为太子，但他年事已高，过不了多久就撒手人寰了。到时候皇位怕是落你头上。都怪沈清一直挑拨离间，才害得父皇对我不喜。如今甚至不让我插手宫中内务，而且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的免死金牌。行了，即将秋日宴了，既然如此，索性就将计划提前，在宴会上直接除了他，永绝后患，让他有令牌都使不出来。万一出现疏漏怎么办？又用不着咱们亲自动手。皇儿是忘了方许那好大儿了。借刀杀人，都怪你如此没用！夫君别打，又不是我的错，就是因为你，那奸夫淫妇早就入狱了。世子别气了，大皇子刚才托人传了口信。果真，此次过后，方氏便再无翻身之地了。这儿真是我的小福星，你一来就有好消息。不止呢，妾刚被诊出有喜了。好事成双啊！上天果然不负我，等我袭爵侯爷那日，便抬你为正妻，咱们的孩子风风光光的世子。这嗓门星，一来我就觉得晦气。可不是嘛，将自家嫡小姐赶出门，又对嫡亲的儿子喊打喊杀，就算事出有因，也不该这样吧？怕不是守寡守疯了吧？哎呀！怎么，想对母亲不敬吗？不敢，母亲可以好好珍惜以后的生活，可没多少时间了。有点不太对劲。哟，这侯府夫人还没坐呢。参见贵妃娘娘，大皇子殿下。速速落座吧，免得扰了大家的兴致。是。我肚子好疼，我也好疼。大胆方士，
你竟敢在酒水里下毒！下毒？娘娘怎可血口喷人？这酒正是从你永城侯府名下青露斋所供，如今喝了人人都腹痛，除了你动手，还能有谁？什么？方氏，你怎么敢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下毒啊？还能因为什么？你们处处贬低我母亲，她早就怀恨在心。不过母亲，你也真是糊涂，侯府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快向各位娘娘认罪？认罪？无稽之谈！若本夫人真想害他们，怎会用人人皆知的侯府供酒？夫人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您就别狡辩了，免得遭受皮肉之苦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于心不忍，但休得再为这个毒妇求情。来人，赶紧把他带出去！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娘娘，诸位，莫着急。此人昨晚也向我认了一桩罪，娘娘不如先听他说完，再下决定。不可！哦，你慌什么？难不成做贼心虚？一派胡言！我只是担心这刁民冲撞了各位娘娘。来人呐，拖下去，给我打死！娘娘救命！殿下救命！大公子要杀人灭口啊！胡说八道！让他说完。是大公子指使小人在酒坛里面下毒，要栽赃方夫人。公子说事成之后要给小人100两银子，可没想到昨夜突然派人要杀了我，方夫人及时赶到救了我。方雪，你以为找个家丁串供就能脱罪？就算他说的是真的，你已提前知晓酒水有毒，为何没提前换掉？众人还是服从难忍中了毒，可见你是包藏祸心，早有预谋。非也，他们并非是中毒，而是想出宫。出宫？荣禀殿下，京中的贵妇小姐们平日多食高粱厚味，少动多坐，难免会积热难消，嘴巴特别容易臭。你为了方便照顾夫人小姐们，我特意将酒换成了清热排毒的温酒。他们腹痛，不过是排毒起效了，想出宫，并非中毒。若诸位不信，可请太医来诊断一二便知。智儿，你怎么了？智儿，定是你！这毒妇下的毒，智儿都中毒了。来人！不必问了，他的毒是我下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是啊，我是疯了。从我嫁给你第一天起，我就疯了。谢长青，你忘恩负义，狼心狗肺，宠妾灭妻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了你。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不。世子，我为什么？谢长青，你果然最爱你自己。母亲，对不起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大皇子，陛下遇刺了！什么？
临近宴会前，本殿下亲眼看见沈清进了御书房，定是他谋害了父皇。尔等听令，速随本殿下捉拿逆贼，把这毒妇也一并拿下，届时送他们这对奸夫淫妇一起上断头台。哈哈哈哈哈！沈清，哼，沈清啊，你与方氏早就勾结在一起，为的就是今日秋雁发难吧？先是下毒栽赃，再行刺父皇，妄图谋朝篡位。你以为威胁我就能逃掉吗？我看谁敢上前！20年前，安城沈家满门80余口，却被扣上乱臣贼子的罪名，一夜被屠。沈家，莫非是你？这20年来，我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沈家80余口冤魂报仇昭雪。我当是谁在背后翻旧账，原来是当年沈家灭门的遗孤。哼，没错，当年沈家灭门就是我指使的。那是因为你父亲不识抬举，不可归顺于我，只能满门抄斩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竟敢主动送上门了。就算你知道一切真相又如何？我早已派高手潜入御书房，可那父皇想必已经死得不能再死。如今这皇宫侍卫皆听本殿下号令，谁能替你昭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父皇，你没死。多亏了沈爱卿发现端倪，救驾及时，朕才知晓你这个逆子早有谋逆篡位之心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哼！来人，把大皇子、大贵妃押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你，沈清，我败，但你也别想好过。你不是在意这寡妇吗？有她陪我。黄泉路上，我也不孤单。形势有变，大皇子欲逼宫，秋日宴上务必小心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大惊小怪。我不是说邱人燕很危险吗？你为何还……我若不来，他们定生疑心，会对你不利。你们二人对彼此还挺关爱的呀。夫人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还给你们留了份大礼。这天下我得不到，你们也别想得到。带下去。10亿，是10亿，10亿。方夫人，怎么是你？别乱动，我看看你的病情。京城一夜之间，漫天的疫病，家家大门紧闭，咱们都只能在这等死。方夫人现在过来，是不要命了。大家不要灰心，母亲有祖传的治疗疫病的办法。20年前，便替安城度过了一场疫灾，大家都会没事的。方夫人还有这本事？据说，在当时的安城，有一位小姑娘。凭一己之力，带领全城的郎中救治百姓。没想到那个人就是方夫人。这么看来，我们有救了。方夫人，你就是全京城的救星啊！你们不必这样，别紧张。首府沈大人已经调遣太医、江湖郎中抓紧熬药。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我已经熟悉了不同程度该用的针灸手法，我来帮你。祖母，祖母！裴郎，祖母她已经感染疫病去了，你快把她抬出去吧，别脏了屋子。是你把疫病带回了家里面，害死了祖母！你这个贱人！我是无辜的。就是你！我当初不惜身败名裂的把你娶回来，本以为你是个香饽饽，可以让我一步登天。结果呢？你就是一个豪门被抛起来的花瓶！你这个灾星！裴郎，你疯了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早就应该掐死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灾星！你还敢骂我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还是侯府见钱如归的大小姐。是你害的我，都是你害的。我要回侯府，母亲一定会救我的。母亲，母亲。谁能想到二小姐谢淼才是方夫人的嫡亲真千金啊！
据说是找到了当初2个街上的嬷嬷，这才终于让真相大白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成侯生前勾结大皇子，致使沈家满门80余口蒙冤受害，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朕念老侯爷忠心赤胆，故只收回侯府封地，以示惩戒。然永成侯夫人方许深明大义，贤良淑德，助平叛乱10亿，功勋卓著，特册封为明惠郡主，享一品诰命待遇，钦此。臣妇方许接旨。方夫人，该改口叫明惠郡主了，外头可热闹着呢，郡主可要瞧瞧去。这是明惠郡主，这件事我等有眼无珠，听信了谗言，你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！没错，这次多亏了郡主治好了我的疫病，全京城都度过了这次灾难。夫人，请受我们一拜。哎，万万使不得！你们快起来！夫人不必自谦，您当得此誉。大人，今日有喜。夫人，我家大人的全部家当可都带来了，就差夫人准许入赘，让我们回家。我何时答应过了？哎，快办快办，落袋无悔啊！